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月。您能想象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坐在观众席的那一刻，舞台的中央有一条金光闪闪的鳌鱼在灯海和鼓声中翻腾前行，全场当时是热烈的鼓掌。可是，在荧幕的另一边，网友却炸了：鱼龙，这不就是于朦胧吗？有人说那不是表演，而是暗示。有人说那是对全面封杀的静默反击，也有人说那条鱼是在替他回魂。就在同一时间，网上也传出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为于朦胧奔走呼吁的林北川从11月初突然失联，外界怀疑他可能被控制，有传闻说或许他半个月以后能够平安回来，但这一切呢都没有经过他本人的核实。更巧合的是，被指为案中关键人物的田海荣，竟然在此时高调地宣传他自己的新片，片名叫做《我的世界没有我》。网友一句留言瞬间爆红：他的世界没有他，也没有真相。巧合、挑衅还是警告？一边是全运会舞台的灯光狂欢，一边是被抹去的名字、被删掉的记忆。更诡异的是，网友在于朦胧生前照片里发现他的右脸鬓角疑似有一道倒过来的心字的疤痕，有人怀疑那是烙印，而那个心字就对应着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辛弃。辛弃22岁，手握4个亿的资金。据传他在娱乐圈狩猎洗钱，操控资金流。传闻说于朦胧拒绝了潜规则，代价那就是消失。可是真相真的能被封死吗？当鱼这个字都成了敏感词，当全运会的舞台自己送上了一条鱼龙，谁才是真正在挑战权力的那个人呢？今晚我们要讲的不只是于朦胧，而是一场从娱乐圈延烧到体制深处的静默战。全运会开幕式现场，那条金光闪闪的鱼龙在灯海与鼓声中蜿蜒翻腾，观众席上是掌声雷动，但网络的另一端却炸开了锅。为什么鱼龙、于朦胧，这谐音也太明显了吧？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惊呼这是在暗示什么？在习近平面前放这个，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于朦胧的离世，网上有传言说他成了为习近平祈福的祭品，因为他的生日和习近平是同一天。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无法找到证据，但当局对这一事件相关消息的封禁，让人们普遍怀疑这事件背后涉及中共高层权贵。官方全力封锁于朦胧的消息，已经到了连贴文里带有“于”这个字都可能会被删除的地步。结果现在官方自己办的全运会搞了这么大一条鱼出来，还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面前游来游去。有评论说，习近平本人看到这条鱼时，恐怕是除了吃惊就是坐立不安。按照这次开幕式设计者的解释，这条鱼龙是中国传说中的鳌鱼的形象，是鱼跃龙门之后完全化身成龙之前的样子。有关这条鳌鱼的报道一度在中国社群网站的热搜榜上名列前茅，成了大家都在议论的话题。但相关的报道及评论区呢，都平淡无奇，丝毫看不出是哪一点被捧进热搜。有人猜测有2种可能性：一呢，是因为热搜榜是人为调动，这个词条是故意被挂在榜上的；第2个原因呢，则可能是网民联想到于朦胧尝试在报道底下留言，无意间将这个词条送上了热搜。不过，由于跟于朦胧相关的言论都被社交平台限流或者是删除，相关报道的评论区才会没有出现有关于朦胧的讨论。这件事只是这场大戏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就在这起鱼龙事件前后，于朦胧事件的几个关键人物又传出了新的消息。一直为于朦胧发声的军后代林北川，从11月3号到现在一直是处于失联的状态。最新的消息是，有网友
通过第三方途径打听到林北川可能再过半个月就能够平安回来，但这个消息并非来自林北川本人，所以还不能100%确定。林北川从9月开始就一直在网上为于朦胧发声，质疑官方的结论，因为他有红后代的背景，让他能接触到一些内情，也让他代表了一股官方不敢随意轻视的力量。他之前呢，甚至喊出了能压住正的只有军这样的口号。结果呢，从11月3号开始，他就突然失联了。为何中共要控制林北川半个月呢？网友们分析了有3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为全运会维稳。全运会是11月9号到21号，习近平9号还要亲自出席。林北川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有号召力的刺头，当局呢必定在这段时间要把他控制住，确保稳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这恰恰说明当局现在就是惊弓之鸟，于朦胧和林北川的名字已经让他们心惊胆战。模糊主线，把林北川抓起来，制造一个林北川被打压的新热点，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会从于朦胧案本身转移到营救林北川上，从而淡化了主案。林北川他自己失联前也意识到了，他一再告诉网友，打电话写信只提于朦胧案，不要提他，一定要保持主线。那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杀鸡儆猴，林北川已经成了一个带头人，当局打压他就是为了吓唬其他所有想发声的人，接着他们会放出水军抹黑林北川，制造网友内部矛盾和不信任，让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力量呢散掉。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数据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那就是神盾 VPN。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呢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的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上使用，也可以全家分享。现在就购买2年方案，您可以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师局拼音，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建议您赶紧点击我们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您的购买是对我们节目运营的有力支持。被指于朦胧案背后大佬的田海荣，最近呢也有了新动向。日前，他在微博在宣传他的新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影片呢是11月27号上映。有网友发视频说：“我建议啊，让赵丽华去看就行了，他一个人可以顶1亿人。”我看还有网友说：“他的世界不缺我，他的世界有松松就可以了。”赵丽华此前因为力挺导演、制片人方励而引爆舆论。于朦胧的案子目前最大的疑点就是他生前参加的那个17人的聚会，网传里面有导演方励、编剧吉光光等人。就在全网都在质疑方励并抵制他的新片《下一个台风》的时候，这个赵丽华就公开的力挺方励。他还回呛留言抵制的网友说：“就凭你1亿个你加起来摞一起都掀不起任何风浪。”这话一下就激怒了所有的人。有网友挖出，他拥有一家注册资本几百万的公司，可员工人数竟然是0，这被怀疑是用来洗钱的空壳公司。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河北某官员的第2任妻子。就在一片质疑声中，他最近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这么不厌其烦折腾几个无辜者，你们不就是为了把水搅浑，掩盖真凶吗？被网友嘲讽他是猪队友，相当于承认了于朦胧案不是意外，是有真凶。网友提到的松松是导演程青松，他被传出曾出现在于朦胧案的17人饭局当中。之后呢，他迅速地晒出他和演员田海蓉的聊天记录，作为他不在场的证据。不料却遭到田海蓉的打脸，说不能证明他的清白。这两人呢，还为此互相在互联网上掐了起来。而最让网友感到愤怒的是，在于朦胧事件爆发的当天，程青松在微博上写了2个字：好吃。就这2个字被网友挖出，和他过去在南星乔任梁离世时的发言如出一辙。这2个字被网友怀疑是参与作案后向上汇报的暗语。田海蓉此前的电影《火种》遭到网民的抵制，上映首日上座率只有 0.4%， 首日的总票房只有18万人民币。这次的新片《我的世界没有我》估计票房也不容乐观。这些于朦胧案的嫌疑人为什么让大家这么愤怒？因为这起案件流传出来的细节根本不像官方说的意外，更像是一场极端对待后的害命。近期呢，有网友发现于朦胧生前疑似有遭毁容的迹象。从一些流传的截图看，他的右脸颊靠近鬓角的这个位置，似乎有一个烧灼的疤痕。这个疤痕的形状像是一个倒过来的心字。这个心字让网友联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娱乐圈的大佬辛弃。爆料指出，于朦胧长期遭受监控还有极端对待，因为他反抗圈中大佬的潜规则和献祭，最后是被害。涉案人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辛弃。虽然目前这还没有证实，但烙字这个传闻，再加上之前传出的拔牙等说法，以及多个疑似现场视频，都指向了这不是一场意外。随着事件不断发酵，辛弃的各种丑陋的照片被挖了出来。有网友爆料，22岁的辛弃手握4个亿的资产，开始了他的娱乐圈狩猎男艺人与洗钱的生涯。其名下呢有几百家公司，其中2015年他用许多快男快女的名字注册，包含娱乐业、军火、烟火、家居、医疗器材、农业等涵盖各行各业的公司，并通过明星人头账户洗钱。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官方的通报到底有多荒谬。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事件过去了2个多月，大家还在穷追不舍。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在事发后不到24个小时就火速结案，宣布是非刑事案件。有网友们提出了4大严重的违规问题，直指警方渎职。违法程序，案件信息是由于朦胧的工作室发布的，而不是公安机关。一个工作室有什么权利代替警方发布重要的案件信息？更何况网友查到，这个工作室当时已经被注销了，根本没有法律效力。渎职，警方需要经过现场勘验，摸排逝者的社会关系，确认生前的轨迹，还有遗体检验等多个步骤。请问这么多步骤是如何不到24小时内就全部完成的呢？滥用职权，警方的通报花了大量篇幅在阐述造谣行为，却对案件本身没有交代清楚。不作为，事发到现在，网上流传着大量关于于朦胧被害的视频和音频，朝阳区的公安局从来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正是因为这份漏洞百出的通报，才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现在网友们已经直接在网络上举报朝阳公安分局局长毕波，甚至公安部长王小红，虽然这些内容马上就会被屏蔽。现在当局想用维稳的手段让林北川闭嘴，想用封贴封号让大家遗忘，但网友们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管，我们就是要坚持写信打电话，捂紧钱袋子，不看电影，不充会员，不再为这个肮脏的娱乐圈贡献1分钱。与此同时，海外的华人也没闲着，
11月9号，在洛杉矶 Monterey Park 的 Barnes Park，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联合举办了一场线下的声援于朦胧阿瓦扎联署签名活动。据了解，这已经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举办的第5次线下声援了。他们说，中共以为时间能够磨平一切，但他们不会忘记中共所犯下的每一笔反人类罪行，他们都会牢记于心。大家都在翘首以待，清算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有人说，当一切看起来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就去看一个石匠敲石头，他可能一连敲了100次，石头都纹丝不动。但当他敲第101次的时候，石头就突然裂成了2半。石头裂开不是因为最后那一下，而是因为前面那100次的敲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网友为于朦胧写的歌，歌名叫做《白门朝雪》。里面有几句歌词写得非常沉痛，也写尽了人们的悲愤。古之白门外，寒鸦啼不歇。当年小白菜，跪地泪如血。若天理能昭然，何惧官府权威？杨乃武能翻案，于朦胧却含冤。旧朝尚存几分善，今世全消散。晚清纵多虎狼吏，不及当今一贪官。诸多疑点为何不立案？天理何在？天下人心寒。若有一盏明灯，能照破夜半沉冤，我愿化作那纸笔，为他写回人间。就像网友们说的，正义永远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人一次一次的去叩响它的大门。天亮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去创造的。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